今日我哋要解構一隻股票，好多人一聽到佢個名就耍手擰頭，覺得佢正喺度風眼中心。但係如果我話你知，市場眼中嘅所謂風險，正正就係呢一間公司強化佢龍頭地位嘅催化劑呢？冇錯，我哋今日要傾嘅就係申洲國際，股票代號2313。嗱，公平啲講，市場嘅擔心完全唔係空穴來風嘅。我哋打開啲財經新聞或者睇下大行報告，個個都話好謹慎㗎。第一，最大嘅憂慮就係地緣政治同關稅。美國佬話要對越南進口嘅嘢徵收20%關稅，對柬埔寨仲狠，一嚟就36%。申洲喺呢兩個地方有大量嘅產能，你話係咪攞景？星展、Jefferies 呢啲大行都即刻調低佢嘅目標價，話佢毛利率肯定會受到好大壓力。第二就係佢個大客仔 Nike 嘅問題。Nike 自己都講到明，為咗安全，要將個供應鏈搞得多元化啲，唔可以再咁依賴單一國家或者供應商。仲話要將美國市場嘅中國製造比例由16%降到得返高個位數。哇，大佬啊，呢個直頭係動搖國本嘅風險喎。所以主流嘅諗法好簡單，就係申洲呢啲傳統製造商喺呢啲宏觀逆風面前，就好似鐵達尼撞冰山咁，只能夠被動接受，盈利能力一定會見頂回落。聽落係咪好有道理？好似結局已經寫好咗咁。但係我哋做投資最忌就係人云亦云。當全世界都望住同一個方向嘅時候，我哋就要問，有冇啲嘢係大家睇漏咗嘅？機會嚟啦，飛雲！我哋團隊做咗一個反向 DCF 分析，簡單嚟講就係計下以申洲而家 HK 59左右嘅股價，究竟市場暗地裏對佢有啲咩期望？你估個結果係點？個結果就係市場只係要求申洲未來10年嘅自由現金流每年平均增長6.1%。老實講，呢個數字對於一間龍頭企業嚟講，可以話係低估到有啲離譜啦。佢基本上係假設申洲未來嘅增長會非常平庸，利潤率都只係維持現狀。咦，呢度個矛盾就出咗嚟啦。如果申洲唔係市場諗得咁脆弱，咁而家個價錢係咪就極度吸引呢？呢個就係我哋同市場最大嘅分歧點。我哋認為市場將周期性嘅風險同結構性嘅機遇完全撈亂晒。你諗下，所謂嘅關稅壓力、成本上漲，對於嗰啲2、3線嘅廠嚟講，可能係致命嘅。佢哋冇錢搞升級，冇議價能力，客戶一走就玩完。但係對於申洲呢啲大佬嚟講，呢啲風險反而變成佢嘅武器。第一，佢同 Nike、Adidas、Uniqlo 呢啲客戶嘅關係根本唔係普通嘅 OEM 訂單咁簡單，佢哋係一齊做研發，特別係最前端嘅面料開發，呢種共生關係嘅轉換成本高到你唔信。呢個就係佢護城河嘅第一層。第二，當全行業都叫救命嘅時候，申洲做緊咩？佢憑住雄厚嘅資本喺度逆市搞自動化套利。簡單嚟講，就係瘋狂投資自動化同 AI，將生產線去技能化。咁做有咩好處？一來可以抵消勞工成本上漲，二來可以確保喺越南、柬埔寨嘅新廠品質同中國嘅一樣咁好。呢種玩法，細廠根本玩唔起，只會令申洲嘅成本優勢越拉越開。第三，地緣政治越動盪，Adidas、Uniqlo 呢啲品牌商為咗確保供應鏈唔會斷，就會觸發一個叫飛向品質 （Flight to Quality） 嘅趨勢。佢哋會將訂單更加集中喺申洲呢種財務最穩健、技術最領先兼且有跨國佈局嘅穩定卯身上。我哋睇到數據 ，Adidas 同 Uniqlo 嘅訂單增長非常強勁，完全可以抵消到一部分 Nike 策略轉變帶嚟嘅影響。所以你明未？市場睇到嘅每一個風險，實際上都成為咗申洲清除競爭對手、整合市場，最終由一個卓越製造商蛻變成一個產業基礎設施嘅催化劑。呢個質變遠遠未喺股價上面反映出嚟。講到呢度，個核心矛盾就好清晰啦。你信嘅究竟係一個被關稅同客戶流失嚇到賴尿嘅市場故事，定係一個龍頭企業利用危機喺度靜靜雞進行產業整合嘅強者故事？我哋嘅基本情景分析顯示，一個潛在以倍數計回報嘅非對稱風險，你話係咪吸引先？當然，我哋都要客觀，投資冇話一定贏嘅。我哋都做咗事前剖析，最壞嘅情況就係地緣政治完美風暴，例如美國對東南亞嘅關稅再加碼，逼到啲大客真係大規模走佬去南亞或者美洲。咁究竟我哋點樣喺呢啲樂觀同悲觀嘅情景之間計出一個最合理嘅合理價值呢？我哋嘅為咗計清楚呢條數，做咗一個極度詳細嘅3情景估值模型。我哋考慮晒核心客戶嘅訂單增長率、毛利率變化、資本開支等等嘅核心變數，仲為每個情景分配咗唔同嘅概率，最終得出我哋嘅概率加權合理價值。喺我哋嘅 Patreon 會員專區，我會獨家同大家逐步拆解呢個價值連成嘅 DCF 模型嘅每一個細節。我會教你點樣睇我哋嘅敏感性分析，例如如果營業利潤率跌1%，或者市場比嘅估值倍數低啲，個目標價會點樣變？呢啲先係真正幫到你做出專業投資決策嘅硬核內容。
如果你想深入理解新州呢個投資機會背後嘅所有定量分析，了解我哋點樣判斷佢嘅信念強度同埋建議嘅倉位，就快啲點擊下面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好，跨市博弈，我哋下一集再見。